这场战斗很难解说，这是我迄今为止做过最难解说的一场战斗。不仅是因为战斗时间过长，也不仅是因为出现的战斗情节复杂，同时是因为我在解说的时候既要兼顾声响，又要兼顾战术。而在我讲解战术的时候，是会盖过声响的。往常的节目有时有背景音乐，有时没有，都是与游戏中的声响是否最为重要相关。而今天要讲解的战斗，声响十分重要，所以今天的战斗我会在关键时刻暂停画面解析，其他时间关掉背景音乐，停止话语。各位请戴上耳机，跟随我的节奏，随我一同进入战斗。另，鉴于控制时长，战斗画面中仍然会剪辑掉小部分无效画面。好，这时候之前我们攻击的是外头人，但身边有一声脚步声响起，紧接着还有其他的声响，然后我会开始寻找对手的踪迹。可以发现，无论是那个燃烧瓶还是这个手雷，其实对手丢的方向都错了。可以判定的点是，对手很可能不确定我的位置是通过声音推测的，或同时看到片刻我的身影，然后猜测我的位置。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和对面一样，判定出对手的位置，同时找机会发起攻击。这时我原本想抽空做点别的，但没想到被对手找到了破绽。接下去我们小心一点，同时说什么也要回报回去。感觉我们处于完全的劣势，对手很滑溜，也在不断探我的位置。投掷物也好，赶着机会就打也好，我们得要另想法子。而这时我找到的突破口是车子，先开动车子，再回屋子，看看对手会是个什么心态。正好轰炸区飞机飞过，噪音很大，盖掉了对手的脚步。但我们还是可以听见落地声，对手有所行动，同时也想依靠天上来的噪音做掩护，发起攻击。我们先等等看，能不能用地理优势盖过人数劣势。现在我们彼此的局势趋于平衡，但回想对方先后发起了几波攻势，其实我有点后怕，所以尽可能我们用出其不意的手法进攻，用各种让他防不胜防的角度攻击。OK， 完成复仇。那么这波听声加战术送给大家，下回见。想起从前我们的昨天，一遍